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安徽合肥，在淮河路步行街这里啊，这里人现在超级多啊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李府一个4A 景区非常著名的地方——李鸿章故居。就李鸿章，我们都有所了解了，晚清的重臣之一啊，相当有名。我们先进去说吧。它这个门票现在打8折，只有16块钱，所以说门票不是太贵。我们看一下吧，门口这里有2个大狮子，然后它这个整个这个大门呢，其实也是庄严肃穆，是以黑色为基调嘛，还有那红穗点缀，充满了古韵。这里还有几个大红灯笼啊。行，我们进去吧，要检票进去。我们听说啊，它这个狮子啊，这个狮子已经有几百年了，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走吧。我们进来了。我参观过2个地方啊，一个是那个高家大院，是在西安；另外一个是这里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前厅了，前面了，我们走吧。前厅也称为教厅。李鸿章啊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吧。他怎么起家呢？是当时有的太平天国运动啊，他是淮军的首领，创立了淮军。当时有个曾国藩创立了湘军嘛，所以他非常有名。这里面都是一些他的事迹吧。我们就不说了，直接进去讲解吧。他创立了淮军，然后又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当时洋务运动以谁为主呢？有那个六王爷为主。他是开办了那个北洋军嘛。他当时那个北洋海军，只不过后面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失败，后来他就日本谈判，那个导致辛丑条约的签订。所以人家有这样说嘛，李鸿章。到底是卖国贼还是忠臣奸臣？这个到底怎么评价？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说不清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看大家怎么讲解吧，怎么去区分吧，看看历史吧。这个我们也没法区分这个东西，只是知道当时他那个签订辛丑条约去日本的时候，被打伤眼睛，被刺杀。后面呢，日本呢？要当时的清政府少赔了一点，但是也赔了3亿2白银呢，什么概念呢？是吧？反正没法说。有人说他是忠臣，有人说他是奸臣，但是总体来说，他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，就是为了保江山，其他老百姓啊都舍弃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里是福寿堂，是故居的中厅，也是江淮地区现存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。以前呢，这个地方就接待亲朋好友的，就这个地方啊，有客人来呀，或者有什么，都是在这里接待的。这是故居，后面可能也经过修缮了。这个灯光，我们去后面看一下吧。走吧，我们继续吧。清朝末年呢，就是有几个重臣。其实很多都是镇压太平天国起来的，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曾国藩，对吧？后面最出名的有一个是那个袁世凯。袁世凯当时是正式发家的时候是那个百日维新失败之后，他出卖了，然后爬升起来了。也可能是当时那个李鸿章估计要慢慢下台了，因为年纪到了嘛，所以呢后面就那个袁世凯上台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基本上清朝末年的历史都伴随着李鸿章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这里是写的是讲述的是李鸿章一些墨宝，就是他写的书画呀、文字啊、笔墨这些啊，擅长奏读，工于诗文。这些人肯定是文学素养相当高的，要不然也做不到那种官员的，对吧？可以说是慈禧的心腹中的心腹啊，是吧？当时多少人想那个夺李鸿章的权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
因为他是站在清政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站在慈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为了慈禧而进行那个政治斗争啊，好，这个意思吧。突然一下说不出来了。这里有一个天井房啊，这可能也是这种故居的布局吧，一个天井。这里这个展厅是李鸿章与招商局的故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招商集团的前身就是这个。轮船招商局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工商企业，就是李鸿章创办的，所以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当时近代工业洋务运动还有一个张之洞，他是武汉做出的贡献。前面这个轮船，这个是英敦号，这个是从英国购买的，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航运史上第一艘轮船。所以李鸿章近代对我们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的。当时招商局的那个人员调度，大员、唐廷枢、盛宣仁，对中国教育做出了卓大的贡献。西安交大、天津大学的前身都是他盛宣仁创办的。所以李鸿章呢，这个人呢，有好也有不好的一面，功过相抵嘛。也不能叫功过相抵，看怎么去认清吧。走吧，我们继续看吧。它这边建筑啊是典型的江淮民居的建筑啊。它这个当时有这样子说法嘛，李府半条街，但是经过这个100年的变迁，就剩下这一点点了。所以证明当时它这个府啊，李鸿章故居超级大呀。因为可以这样说嘛，因为当时他作为清朝应该说最得力的一个大臣，应该最有权力的大臣，对吧？所以也不为过。这里是一个淮军，淮军的话，就是李鸿章创立的一个军事集团嘛。当时有淮军、湘军，啊，近代国防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个马车。那个甲午中日战争啊失败之后，那个签订了一个条约嘛，辛丑条约还是叫什么马关条约？哦，对，好像是马关条约。刚刚我介绍那个时候说错了，应该是马关条约，才想起来，因为好久没看历史忘记了。其实那个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呀，也标志着那个洋务运动的失败。但是李鸿章作为他那个大臣的地位，权势没低，权力反而更重了。但是因为知道一个朝廷，特别是那个时候清朝政府啊，也不是李鸿章说了算，掌握大权还是慈禧嘛。看看近代军事工业。行吧，我们就这里大概看一下，太多就不看。这个是海军的那个官服，这个大家看过啊，这是一品官员的官服，电视经常演了。